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玩具，我是雾，我是天豪。你知道今天来我家，虽然你应该知道要玩什么东西了吧？玩什么我不知道啊，绝对不会是乐高的。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玩乐高。可是呢，我们今天玩的这东西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有多厉害呢？可以算是一个2023年的年度压轴大作。乐高终于要出我的人偶了吧？那我回家了。本影片赞助由嘉利宝熟赛提供。它有目前最多的乐高人偶。告诉我是什么吧。好走好走。哦！年底突然来袭的神秘嘉宾。我从这个纸箱那边眯，难道是？看，Avenger！今天要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呢，就是这个乐高的复仇者大厦，编号是多少76269 Avengers Tower， 在漫威宇宙里面是一个蛮常出现的场景，蛮多的经典的场面都会发生在复仇者大楼的里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Marvel 的主题系列啊。正面呢，基本上就是黑色的基底，然后配上一个复仇者大厦的本体。它这次除了大厦之外，还有附上一些其他的配件，像是吞噬战机、奇塔瑞人的那个飞翔的那个。它其实就是把很多复仇者联盟很多集的元素啊，都把它带进去。你可以借由这一组，然后就可以玩出很多个电影的场景。那转到背面呢，就是复仇者大厦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样子，然后还有像是它一些展开机构的展示，还有它组装完之后的详细尺寸，应该是有90公分哦，90公分超高的。那其实包装就差不多这样啦。我们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绍，这是31个人偶。顶部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我们复仇者联盟大集合，东尼史塔克的，然后2个钢铁人，然后每队有2个，黑寡妇、雷神索尔。其实你漏了一个东尼史塔克哦，就是穿越的东尼史塔克，我觉得很屌，哇，我觉得这超赞，超酷的。这次的人偶阵容里面，我自己觉得最酷的是他附上了漫威工作室的总裁凯文·费吉的人偶。我觉得这属于算自肥吧。你要出我漫威的大厦可以哦，我可以授权给你，但是要做一个我的人偶当隐藏版。那我们就先打开来介绍到说明书吧。哇，好帅哦！这很赞哎！这个画面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漫威电影开头都会有那个，有很多人那样。对，其实就是走一个那个感觉。总共呢有5201。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这个灰色的底板。这个底板呢，就是街景的规格是一样，都是32×32的方形底板。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跟街景融合在一起。等于说你组完之后，如果你空间 OK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大厦跟你的街景摆在一起。所以之后这个复仇者大厦也会变成你街景宇宙最抢眼的一个建筑物。说明书这次总共有3本，2个贴纸。哇，好多哦！贴纸的部分就蛮多一些小细节的，易经的显示，洛基被摔在墙壁上。那时候看我觉得很好笑。翻开来就是这个我们复仇者大厦的这个实景照。那千老这次因为有5000多片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要先测了。就算这次有2-3千片，都是要先测的。对，没错。那我就先走了，进入到劳工环节。切好，你知道复仇者联盟他们每次打架的时候都弄得灰头土脸的吗？英雄灰头土脸应该没差吧？就算英雄灰头土脸，
英雄也要保持干净的脸。各位玩具人注意，虽然我们老是被说是宅宅，但是宅也要宅的有态度，宅的有品味。竹赛净透酵素粉 N 真永弹珠汽水，风味糖香，跨界联名商品，是日本热卖人气美妆，庆祝生永治果50周年，复古新上市的限定包装，采用可爱精致的独立包装，像弹珠一样的轻巧。沁凉清新的白色粉末，加点水就能搓出很绵密细致的泡泡，轻轻在脸上搓揉，怀念的弹珠汽水味，使肌肤散发甜甜香气。使用2种酵素和氨基酸洗净成分，脸上的黑头、粉刺、角酸、老废角质都可以一次清洗干净，毛孔脏污直接 out。洗完光滑鼓溜又 Q 弹，水量不紧绷。竹赛酵素粉生永弹珠汽水，让我们重回青春的记忆，肌肤也跟着青春。我们现在已经组装完成了，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好玩。就先请千豪来帮我们介绍这个乐高76269复仇者大象这一组其实有算是很多破纪录的地方，最多人偶的合组，最大的漫威合组，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纪录是最多窗户的合组，光是灰色的窗框跟玻璃就各有296个，还没算蓝色的所以你拼了296个那个小窗户，我觉得那个超麻烦的，因为它有那个凹槽，就是要一直注意每一扇窗。虽然说它这一个是有这么多窗户的结构，因为其实当初看到官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觉得说，就是你会觉得它薄薄一层，它在拼的时候没有什么错位的去增加它的就稳固的程度。可是实际在拼的时候是发现说，是先拼个1层2层的窗户，然后拼完之后再用一些横条的零件去把它错位的一层一层一层拼上去之后，然后在这边会用一些科技的零件去算是插销，然后把它补强。所以整体来说算是蛮稳固，因为那时候我蛮多次都有用力压。正面这边呢，它就是大门的部分，蛮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路灯是黑色。有在玩街景的人应该都知道，街景的灯同样的款式，可都是白色的。这个是只有玩乐高才知道的一个小细节，跟一个纽约之战的英雄纪念碑，因为上面是复仇者联盟6巨头的名字。背面这边我觉得有一个蛮赞的小细节，为什么那时候大军入侵，然后尼克弗瑞没有叫惊奇队长来嘞？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呼叫器，然后呼叫器就掉在这边，蛮可爱的一个元素。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垃圾桶，然后垃圾桶里面是有热狗跟一个皮姆粒子的罐子，还有一个是沙威玛的贴纸零件。整体来说，正面的话，这边这个凸出来的窗户主要是固定浩克，然后浩克可以在窗户上面。再往上延伸的话，就是这个象征 Avengers 的 A 的这个字样。我看到一个这个很夸张，它是有很多蓝色零件拼起来的，1乘1跟1乘2。对，这好屌！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就是因为它是弧形啊。往上看，昆士战机的停机坪的部分，然后做出这个半镂空的感觉，科技感就出来了。我觉得就是现代建筑比较难达到的一个地方。刚发现就是复仇者大厦上面的那个屋顶的部分是这种弧度的。那我刚刚在看的时候，这是一个蛮屌的设计。对，是一个软管，然后它把它拼成就是这个一条一条的之后，它把它穿过那个。对，所以变成说它本来就是平的这样，可是它又可以这样子弯。那这个是可以打开的吗？直接开，那个可以直接拿。这个屋顶它每个窗户都可以这样。哇，超麻烦的！我光看到觉得千豪拼好辛苦，但是打开也超帅的。对啊，就很好玩。这次的这个大厦，蛮多地方都有设计那种就是十字形插销的零件，你可以在完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这样插进去。而且它是设计在很多地方，所以你可以随机的去变换你想要它们所在的位置。大厦外观的部分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就要介绍这个里面内装的部分了，因为它就是把很多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场景融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小彩蛋、小巧思。它打开很好玩，它是直接一整片。哇，这样打开来就可以看到每一层的那个内装的部分，算是一个很轻松，可以让你把玩到内部的设计。这个应该也算是全新的设计，当然因应它是大厦的结构设计，这一个可以直接从侧面这样子。一楼就是洛基被抓的时候，这个它消失不见了，就是大厅的设计，然后有一些沙发，然后跟一个很赞的饮料机。这边的亮点应该就是那个宇宙魔方啊，一楼的那个柜台部分，不愧是复仇者大厦，所有东西都是最高级、最 top， 透明萤幕、透明桌子。它这次就是它萤幕的呈现都是用淡蓝色的透明零件，然后去贴贴纸，因为它柜台是算比较内部，然后在旁边有电梯。
就可能是你从侧边比较难去看到的部分。这同时可能也是这一次大厦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在这边。2楼的话，就是它这边有设计一个玻璃的，算是连通桥，因为那时候2个美队在那边打嘛，然后从这边这样打完掉下来，还有一些玻璃碎片。在里面的话，还有马克7在部署的那个荧幕的图片。再往里面就是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环节，奥创跟那时候还是贾维斯在对话跟攻击的部分。再往上看呢，就是我们东尼史塔克的，算是他的工作室的部分。对，这边其实算是蛮完整的，是钢铁人的空间，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凸起来的，可以让它整备的一个台柱，然后旁边有一些工具啊，然后它的一些设备。这边也有我们小辣椒送东尼史塔克，你是个有心的人。那在这边呢，就是有他的马吉玛机器助手，里面一点就很多就是电子荧幕的部分。然后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最大片的钢铁的那个荧幕，然后上面有一个3000的字样，基本上应该就是爱你3000次的那个致敬。那在这个柱子的后面呢，还可以看到就是东尼史塔克的海报，算是他蛮经典的动作。那再往上一格，这里算是一个蛮复合式的空间，应该算是他们的拘禁室。主要本来那时候是神盾局用来设计要关注这个失控的浩克，可是在复仇者联盟电影里面，他们是把洛基关在里面。旁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索拉，然后这电脑做一个很大的，就是复古的电脑。可是那个其实是在旧神盾局才看到，对不对？对，可是那就是他就是把它整个算是元素塞进来在一起。对，这边还有一个谁是钢铁人的报纸。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蛮赞的点是，它那个电梯有贴纸，因为这也是在终局之战才看到，就那时候浩克不是也要坐电梯下去吗？对，他们不是不让他坐，对，满了已经满了什么的。然后他在这个电梯上面就有用贴纸，就是说就是不能让浩克进来，然后有一个洞这样，因为浩克就捶他。那再往上看呢，停机坪的部分，外面是停机坪，但是它内部的设计呢，算是蛮经典的场景。里面的部分就是复仇者联盟和奥创纪元，他们一开始他们不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喝酒，然后他们就是说，就是谁可以拿得起雷神之锤这个环节。对，结果每个人都拿不起来。东尼史塔克还跟那个战争机器2个人装钢铁手，对。狂喷那个火，我觉得干超好笑。他们在试着举起雷神之锤的那个桌上，还有一个是纽约之战的报纸，然后旁边还有就是浩克又在破坏新闻的报道的贴纸，就很可爱。好可怜。最经典的大概还是漫威那时候留下的那个美队的伏笔，就是他偷偷动了一下那个。对，然后但其实那时候他应该就是说，其实美国队长就拿起来，但美国队长就是那种你知道假掰了，不想让那个雷神所有丢脸啦。我的想法是这样啊。真的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他在后面打那个萨诺斯的时候，他不是最后拿起来之后，然后所有就说我就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就知道，然后只是美队在这个时候没有拿起来让他丢脸。有可能，可是另外一个就也有可能是他其实那时候算是移动他一点点，可是没办法整个拿起来，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经历这么多历练。对，这个部分就是那时候他们就算是在糗的地方。酒柜跟旁边的大的盆栽，还有这个落地灯都是很有气氛。那在往上看的话呢，就这边可以拿起来。上面这边呢，就是浩克摔洛基的那个地方，因为地上有一个洛基的印子的贴纸，对，算是全篇最北蓝的贴纸。那最上面这个黄色的这个环呢，它其实是出现在一个电影里面一个很背景的一个装饰。那最上面打开来就是他们在研究那个洛基权杖的算实验室。最上面这个就是那个开启宇宙连接的通道的那个机器。这个机器其实做的很屌，就是它这个还原的超好的，很厉害，很有意思。整体的这个造型跟内装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载具的部分，千豪那边有2台，就是奇塔瑞人的战车，因为它就是一个单人规格的载具，然后它在外形上面是蛮还原的。然后那时候洛基不是有一个专属的车厢吗？对，他坐在后面。对，然后可以把它就是都在这个后面，你就可以这样子，然后2个直接放在上面。帮我们介绍我们的昆氏战机。它机翼的部分这2边是可以稍微展开的，那如果你要停进去的话，你可以把这样把它折起来。它除了就是正面的这样拼上去之外，它侧边也用了一些就是转向的零件，然后把它机翼的侧边的轮廓都勾勒出来，所以它整体的造型完成度也蛮厉害。然后在驾驶舱后面的2侧有子弹的发射装置。接下来要介绍到，这是我跟千豪都还算蛮惊艳的这个巨兽利维坦。那时候我对这个利维坦其实是不期不待，因为我拼完之后就觉得哇，也太猛了吧！就它层次感超多。对，它超厉害，因为它有超多个关节。然后因为在电影里面，利维坦其实是有很多
蛮丰富的那种机械的刻画，可是它同时又有一些生物感，就是它在这边以棕色的零件去为主调，然后再用一些金色零件点缀，颜色部分会觉得好像比电影的亮，可是你去跟初始的设计稿比对的话，其实颜色的话算是蛮接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用很多这种金色的零件，对，去把它身上那种一节一节的纹路给刻画出来，超多节可动的，就是你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喜好去调整，整个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帅。背鳍也是用一些尖刺的零件，或是就是利爪，然后牙齿零件去做出它上面的尖刺。那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就是这次的大楼它有很多个地方可以让你就是插一些透明的，去把完整后像是空中站的感觉。这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马克7号，刚才不是被丢出去吗？钢铁人被洛基丢出去的时候，对，然后马克7号就从一个窗外这样飞出来，然后要飞行着装在钢铁人身上的这个场景，在这次的大厦里面，他把它做了一个还原，也算是相当精准的还原。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这次的重头戏，31位的人偶。我这边的有 Big Fig 的浩克，然后这个浩克它有一个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就是这个浩克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换头发的，之前他们应该都是头发是连着。好，那它的背上为什么有做那个？你就可以自己装东西上去啊，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这边呢是4个吉卡瑞人的士兵，在这个雷射枪的部分也是造型的刻画算是不错，跟这个亚历山大皮尔斯，他就是算是那种反派的人类角色。然后这边是汪达跟幻视，值得一提的是幻视这边采用全新的印刷，下半身的腿的零件也用了透明的渐层感，因为幻视不是会穿透东西，对，所以他们想要表现幻视可以穿透物质的这个能力，所以把它的脚做成透明的。披风也是新的，整体来说，幻视我觉得是这一次人偶里面算是相当惊艳的。那在旁边呢，就是一个卫星比例的蚁人，没有正常比例的蚁人，这个就这样。对，它虽然就只是附一个透明的1×2的零件，可是就真的在玩的时候，你会很有这种哇，它真的浮起来。然后我这一边这个是韩国的那个赵海伦，这个是奥创最开始侵入的那个马克1的那个造型。这个奥创同时也是图像设计师最喜欢的一个人偶，因为整体来说真的是非常漂亮。他用印刷的方式把那个机械的拼凑感把它还原出来。对，然后再来的话，这个就是尼克福瑞跟这个是塞维格博士，然后这个是小辣椒，这边这个是有全新头盔的黄蜂女。那我这边呢，就是有这个神盾局的这个特工的部分。那这2个特工呢，就是一般的特工，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个拿着皮箱的这个，因为你把它面罩掀起来，嘿，是我们的东尼史塔克伪装的版本。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战争机器，然后它的这个头盔呢是可以掀起来，就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罗德，脚下它有附上这个喷射箭。旁边2个就是我们的钢铁人，一个是马克7，那一个是战损的马克6。那这个呢，就是有东尼史塔克的头盔。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美国队长。那旁边这个呢，算是我们这次大家觉得比较想不通的，就是他附了一个王，好不好？注定我们都就是漏掉了一个，他一定会出现在这里的很合理的理由，可是我们就是忘记了。下面帮我们解答一下，前面这个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索尔，而且索尔是那个发飙时候的表情，然后附上了一个这个雷神之所以飞起来有雷电的这个特效键，我觉得蛮帅的。对，这个很有趣。那既然有我们索尔呢，但也要有我们的洛基，这是他有附一个他那个很夸张的犄角的皇冠跟他的头发，他有一个脸是很得意的脸，然后另外一个脸就是他嘴巴被上那个就是不能说话的那个口球，嘴巴不能说话的那个表情的话，就是可以换上他的那个头发的零件。那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队长终局之战的样子。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黑寡妇。这边呢，就是我们东尼史塔克的这个便服装扮。那旁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鹰眼，还有我们的这个猎鹰的部分。猎鹰的话是这个复仇者大厦里面贴纸密度最高的一个部分，小小的飞翼可是塞了8张贴纸。来，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这个呢，就是漫威工作室的总裁凯文·费奇，这是自肥的概念，可以变成乐高人偶，应该算是超级赞。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乐高76269复仇者大象。这次我们现在这样整个看完了，这次这么豪华又这么夸张的复仇者大象，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呢？这么大，我就觉得已经够满足。因为是复仇者大象的关系，所以它整栋又是采用那种玻璃窗户的一个建筑，整体的样子看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我也很喜欢这个昆士战机凸出来的这种停机坪，这一组应该可以算是漫威粉必买的一组乐高，因为它人偶真的附了非常非常多，或者是说之前漫威的人偶你可能都没有收，你现在只要收这一组，几乎都有。因为如果你是个漫威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层的楼层设计都把整个漫威宇宙的故事浓缩在这里面。我觉得它在一些展开的这个可以看到内机构的这个设计，我觉得都还蛮棒，要打开就打开，直接拿。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给各位玩具人。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那玩具有玩具，下周再见，拜拜。拜拜。竹赛净透酵素粉恩真永弹珠汽水风味糖香跨界联名商品，是日本热卖人气美妆，庆祝生永治果50周年复古新上市的限定包装，采用可爱精致的独立包装，像弹珠一样的轻巧。沁凉清新的白色粉末，加点水就能搓出很绵密细致的泡泡，轻轻在脸上搓揉，怀念的弹珠汽水味，使肌肤散发甜甜香气。脸上的黑头粉刺、角酸、老废角质都可以一次清洗干净，让我们重回青春的记忆，肌肤也跟着青春。